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小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。事事及時總靠機警，未尋事實未定，變局處境。是與非那心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見機，最終他的痛悲。慢慢拼起，他跟那個做戲，落雨起，太避忌，花樣太多，偏歪曲結果，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，花樣太多，偵測花樣更多，全力分析一切識破，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。这里横看竖看都不像警局啊！大神，请问 DI1在几楼啊？是你？是我，你怕？我怕你怕啊！我看你刚才对着那牌子看半天，要不敢上去的样子。谁说我不敢上去啊？我先看看周围环境。行，那你慢慢看吧，我先上去。私人风衣长魔怪想超越我，别做梦！你走这么快干什么？部门又不会跑掉。都不知道是什么部门 ，DIE， 哎呀，死啊死的真是！这就叫置诸死地而后生。DI1 这个名字挺酷啊，那就像外国电影 FBI 一样。Hey man, don't move, I'm DI1, you know man。躲开呀，到了，看看。哇，这是什么部门啊？这也叫做部门啊？嗨，请问这里是不是 DI1 啊？没错，让我把垃圾倒了，我再招呼你们。哎，大叔，这里还有一袋垃圾。糟了，这个德行怎么做事啊？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想找 DI1。五角。你一定是我的新同事，我叫彭美云，人人都叫我美人的。你好，我叫于思朗。我知道。你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我之前在网上查过，我想多知道一点新同事的资料嘛。Good morning, sir. PC665机子谢晓峰报道。喂，你简直是性别歧视啊！看见男人就是头，你不许你的头是女人。Sorry, madam. PC665机子谢晓峰报道。你不用那么紧张，他不是你部门主管。我们的头都不知道什么人，怎么连人都不见啊？我在网上查过了，我们这个部门的新头叫费格逊，是苏格兰人，到今年还没结婚呢，不过可惜是个终生。你还知道不少啊。当然啦，我以前做情报科的嘛，警队上上下下的事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各位早，我就是这个 DI1 的主管费格逊。Morning， 大叔。费 Sir 要你出动自己的私人茶叶，怎么好意思啊？那这顿茶呢，当是开工饭，以后合作愉快。对不起啊，费 Sir，我还以为你是 Don't know, no guilty， 不知者不罪吗？对了，于 Sir， 为什么你会知道费 Sir 不是清洁工人呢？大家没留意到吗？费 Sir 的手表跟皮鞋都是非一般的普通牌子，他又怎么会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人呢？于 Sir 真棒，你真厉害，这么小的事都被你看出来了。什么了不起？不过是瞎蒙的嘛。你全是瞎蒙，那就叫个越南瞎蒙。费 Sir， 为什么警局十室九空，人影都没一个？听说这间警局以前曾经是日军的总部，有很多抗日分子在这里处死过。他们死的方式呢，有喂辣椒油啊，吊着放飞机灌水啊，还有啊切点肉去 BBQ 喂狗。哇，这里死了那么多人，不是有很多孤魂野鬼到处走？那这样不是很恐怖？哼，还有说。我想去一下厕所。怎么了？怕的要尿尿啊？臭
周三八，光天化日说这些，最好你自己撞个正着。什么鬼警局啊，没厕纸的。什么事？刚才有只鬼手啊，在隔壁递厕纸给我。切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呢。手是吧？这只手喽，自己吓自己。你的手，这很好玩吗？你就让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谁有空吓你啊？我在隔壁听见你说没厕纸啊，江湖救急递给你的，自己吓自己，疑神疑鬼。你会那么好心？我知道你想吓唬我嘛。去！我问你啊，你刚才在男厕里面究竟有没有做过什么不轨行为？什么不轨行为？我救人嘛。救人？救人要这么猥琐的吗？骑着人家来亲啊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一进厕所看见小凤姐晕了，我就替她做人工呼吸，想救醒她。也许一场误会呢，不如你问问当事人怎么会无缘无故晕倒的。哎，小凤姐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刚才去完厕所准备洗手，谁知道一开水龙头，这全都是血呀，跟着我就晕了。我都说这儿很邪了。不用这么大惊小怪，那些只不过是铁锈水。铁锈水？你们只要用小小常理推敲一下就知道，这间警局空置了那么久，水管子里的水要没流动过，自然都会生铁锈了。小凤姐一进厕所开水龙头，铁锈水就喷出来喽。啊，于是解释的合情合理。小凤姐，你堂堂男人大丈夫，牛高马大，这么容易就晕倒？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不过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一见血就晕，就是这个绝症，我就好像球被人调来调去的，几乎每个部门都调遍了，最后调来 DIE 喽。咦，我总觉得这儿阴阴森森的，你看像一栋危楼，东西都破破烂烂的，别用来做 office 了，用来拍鬼戏算了，特别效果都省了。那我们暂时呢，先用这儿的东西，况且呢都是旧的，我们为环保尽一番力也是好事啊。可是费 Sir 啊，现在21世纪了，哪有 office 啊这么落后的？电脑都没一部，你看看那盏灯，老是一闪一闪的，吓死人了。我已经向上头申请了，他们很快呢，叫人来帮我们修理好所有的东西。喂，这什么门呐？打不开的，锁住了吧？你听见什么声音啊？里面好像有喘气的声音。不是那么邪吧？别这么迷信了，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鬼啊？麦等行，你那么艺高人胆大，敢不敢进去看一看呢？如果于 Sir 你能够打开这扇门，我第一个冲进去。请你让一让。有没有这么厉害？麦等行，你身为警队的精英，你没道理不知道，门不一定要推的，是可以横拉的。对不起，我电话响。喂，叫外卖？打错了。大家不要这么大反应好不好？这间房很明显是一间政府房，由于密封了很久，我突然之间把这一扇门拉开，产生一个空气对流的效应，而把地上的冥币吹起。还有啊，抽气扇太久没人清理了，全都是灰尘，转起来咣当咣当的响。在外面听起来呢，就好像有人在很大声的呼吸，就是这样了。哼，所有的谜题全解开喽。眼不见为净，现在好了。你看你说的。黄 Sir， 我要调回来。我不妨碍你工作。今儿晚上警察会见，一切照旧。黄 Sir 啊 ，DIE 那些人真是不行啊，一个两个都不是认真做事的，古怪就不说了，根本就不是做大事的人呐。你刚刚才上了1天班，会不会是刚开始有点误会啊？我想我留在那儿一定会死的。哎，别这么激动，坐下慢慢说。那是这样的，晶晶，有件事呢，我不想那么早告诉你的，但是现在我不说都不行了。什么事啊？那你见过那边的头了？嗯，
因为这次我调你过去呢，是有深层意义的。费瑟尔年纪这么大了，他很快回苏格兰种马铃薯了。他的位子啊，我跟上头说了，让你坐呀。不是吧？是，怎么能不是呢？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啊，不是人人都有的。那我岂不是一辈子要留在 DIE？那又怎么同呢？到时候 DIE 就由你主持了，你喜欢怎么样都行。那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快点回那边去，尽量用心工作。其他的事呢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喽。好了，没事，回去继续工作。喂，一定要用心做啊！我看好你的，别令我失望啊！哎，加油！哦，不知道是敷衍我还是打发我。晶晶，家俊，怎么，不是这么快就不行了吧？我不行，再来多少次都行啊，我怕你受不了啊。那就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。还说去过苏格兰场受训，为什么反应差了那么多？不是我的反应差了，是你的反应快了。那当然了，你去了英国几个月，没人跟我拍拖，只好天天做 gym 了。你呀，整个肚子都鼓出来了。没办法了，见不着你，只好化相思为食量了。没见你几个月，怎么肉麻了那么多啊？不行，我要给你个特训才行。特训？呀！哎呀，你偷袭啊！坦白说啊，你们两个究竟打算什么时候办喜事啊？我就预备好了，等人 say yes。啊，姐，到时候我做伴娘。哎，这种事以后再说了，我事业还没成功。还说呢，当初啊，要是你肯留下来做警训主持啊，锦花都做了，谁稀罕肩膀上那几颗花？我就是不喜欢人家当我是花瓶。就算你不喜欢做花瓶，也不用搞得自个儿像花盆一样啊。花盆好啊，4平8稳。女儿，人各有志，老爸支持你。还是老爸最疼我。你呀，支不支持我啊？支持，到你老了，做你的拐杖支持你。啊，好肉麻！不是吧？还是酒吧？那以后上网不是很慢？嘿，又不是打线上游戏，那么快干嘛？就是啊，电脑又怎么比得上人脑啊？人最怕就是头大无脑。各位，今天有新同事加入我们 DIE。正义 ，Madam， 耶！你们认识的？是啊。让我介绍，这位是于 Sir， 于 Sir， 美人，小凤姐，你好，我叫张正义，以后你们叫我正义就行了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喂，你是不是被黄 Sir 嫌弃调过来的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叫黄 Sir，一定要调我过来 DIE 的。为什么？上次呢，你被黄 Sir 调到这儿来，其实我也有点责任，我没道理这么没义气嘛，那我就向黄 Sir 申请调来这儿帮你忙。哇，你真够意思。不过呢，就傻了一点，但是不要紧，有你这个真正能做事的人跟我并肩作战。哇，这些陈年旧货啊！哇，喂，你看看这件案子，15年前的了，纸都黄了。你看我的也是。就是这种案子，几十年前的，凶手都跑掉了，怎么查啊？那就看看谁去查，事在人为嘛。哎，你说话很有道理，有志者事竟成。查案不是光靠张嘴，两手插口袋里。我看你查不查得到这件案？看看。哇，这件是15年前的凶杀案啊，里面只有一张简单的疑凶拼图，还有一些死者的简单资料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哇，看看这张拼图说像谁都行啊，怎么查呀？喂，你看这个档案呢，疑凶名字也没有，身份也没有，特征也没有，杀人动机也没有。以前那些人都不知道怎么查案的，查来都多余啊。不如查这件，这个比较近期一点的，发生在3年前而已。珠宝商关德文失踪案，喂，这件案当年很轰动的。哎，这件案我也记得，关德文被人绑架之后，没多久就失踪了，到现在都没找到。No， 我记得去年法庭判了他死亡啦。不是吧？人都没找到，法庭怎么判的死亡？哎，怎么判都没用啦！这件案这么多年都没有新线索，我们再怎么查也是大海捞针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如果我们可以破了这么难破的案，那就可以更突出我们 DIE 是警队中精英的精英了。
费斯啊，你说的容易，你认为我们一定能破得了案吗？那这些案呢，这么多年都没人能破，就是说，就算我们都破不了呢，也没有人会骂我们吗？这些，老实说，世界上没破不了的案，只有破不了案的人呢。你说啊，把手放口袋里就叫查案呐？你凭什么破案？超能力呀？DA1找哪位？哦，等等，费斯，你电话。哦，谢谢。喂，我是。先给两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费格逊总督察，两位这次所提出的要求将会由费瑟尔亲自负责。这位是何女士的代表律师李德广律师。Hello， 白天不要说人啊。我想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呢，由当事人说会比较清楚一点。相信你们还记得3年前我先生被人绑架的事。知道，关先生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啊。本来这件事隔了那么久，我也不再放在心上。不过前几天我小叔子突然说找了个神婆回来，要搞一个什么降临大会啊！降临大会？他说想跟大哥接触一下，说说话。这种事跟我们警方有关系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怀疑这次这件事可能会有欺诈的成分，怕有人会利用这次的事件意图不轨。自从关德文先生被法庭裁定死亡之后，由于珠宝公司所有的业务都交由我当事人接手管理，而关德文先生的弟弟关德武一直很不满意我的当事人，所以我当事人担心会有人对他不利，因此希望警方可以派人出席，见证明天晚上举行的所谓降临大会，以防万一。费瑟尔，这件事呢，现在还是怀疑阶段，还没有人触犯法律，那性质呢就比较特殊，所以我们重案组就不方便介入了。反正你们 DI1暂时没什么事做，就交给你们跟了。没问题，我会跟进这件事。根据记录，关德文跟何永琛是白手兴家的，他们在10几年前结婚，结了婚之后成立了 M&E 珠宝公司。那个关德文呢，他父母一早就死了，那他们两夫妻呢就没孩子，只剩下一个弟弟叫关德武。在3年之前，关德文在上班途中被人绑架，后来何永琛被人勒索3000万的赎款。绑一个人都开价3000万，做绑匪倒挺好赚的。后来警方追踪到绑匪打手机的位置，找到藏身地点。警方去到藏身地点，不只发现人去楼空，还发现整个屋子都是血，那些血啊多的就像一个小水塘一样啊！喂，小凤姐，小凤姐！哇，不是吧？一听见血就晕倒了，要是看见岂不更糟？我们要不要马上把他救醒啊？小凤姐，救醒了他还不是一样在晕？让他在这儿睡一会儿，应该没事。事后呢，警方曾经派蛙人去到附近的海面搜索，可是都一无所获。于是警方相信关德文很可能已经被撕票。当天呢，在现场采集到的血液经过化验，全部都是关德文的。由于一直都找不到关德文，在1年之后，何永琛以申请保险金跟清理公司债务为理由入禀法庭，要求法庭裁定她丈夫关德文死亡。法庭最终接受法医的意见，认为一个人一次过流失2/3的血液，就绝对没有生存的机会，于是就裁定关德文在法律上宣告死亡。这一个裁定在当年来说非常之轰动。那些八卦杂志啊，后来还挖到何永琛最终以受益人身份拿到1亿2千万保险金呢。1亿2千万。后来何永琛还接手做了 M&E 珠宝公司的主席，而他的小叔子关德武只是做一个名誉董事，挂名的而已，终日游手好闲，白拿薪水。于 Sir， 你有什么发现呢？有啊，那这本八卦杂志说呢，这个艾斯梅达呢就大显神通，在前2个礼拜的珠宝展上，帮这一个 M&E 找到一粒失窃了30卡的黄钻，沙漠之光。当时关德武就在现场，他就跟艾斯梅达说：“喂，可不可以帮我找到失踪了几年的大哥关德文呢？”那艾斯梅达就一口答应了。好，我帮你搞定他，我帮你搞一个降临大会，怎么样？哼，像这种灵媒一听就知道是神棍了，怎么能信呢？那我们就尽快去看看这个降临大会有什么发生。于 Sir， 晶晶，今晚你们俩一起去看看这个降临大会，就当是做一个见证。为什么要我跟他去啊 ？Madam， 你不是真的怕看见鬼啊？哼，这个世上根本没鬼，怕什么？那就这么决定。狼哥，你帮人家争取一下嘛。撞邪了你！
我没事。怎么会没事呢？怎么会没反应呢？全城瞩目的降临大会将会在半小时后，在我身后的官家大宅里面举行。这次这个降临大会主要有3位关键人物，第一位就是灵媒艾斯梅达，第二位就是已被法院裁定为死亡的关德文先生，而第3位就是发起这次降临大会的发起人关德武先生。现在关德武先生就在我身边了。关先生，为什么你这次会发起这个降临大会呢？自从3天前我大哥被人绑架之后，就一直下落不明。虽然法庭已经裁定我大哥死亡，可是始终不能找到我大哥的尸体。作为他的亲人，他的亲生弟弟，真的很希望能够知道我大哥的下落。所以希望借这次降临大会，完成我这个心愿。谢谢。谢谢。如果这个降临大会真的可以得到关德文先生的一点讯息或是下落，那这件事一定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富戏剧性的事了。有关降临大会的进一步消息，香港电视台记者卓奇会继续为大家报道。关德文先生，你终于来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真的来了？来了就出现了，不杀我。德文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很惦记你啊，你出来见我。关德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关德文先生，是不是我大哥的画像有古怪？有封信，麻烦你看看信里说什么。哎呀，慢吞吞的，让我来。是关德文先生的遗嘱。遗嘱？全城瞩目的降临大会刚刚在半小时前结束。根据现场的可靠消息，灵媒艾斯梅达竟然通过有没有那么戏剧性啊？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电视台都能报道了，不会假到哪儿去了吧？喂，子清啊，干脆我们也找个灵媒做做法了。无缘无故做什么法？哇，撒姨呀，你不是想找个灵媒帮你找第二春吧？切，我找第二春要人帮忙吗？我找的这个灵媒做法，是找你老爸。你不是一直想找你老爸找了10几年了吗？这种事电视台为了加强收视，说不定是编出来的，也不知道可不可靠。这种灵媒不是哦，这个卓奇啊是这期电视台最红的女主角哎，她能亲自报道啊，也应该是真的吧？哎，慢着，你到底想不想找你老爸？我想有什么用啊？要弟弟肯才行嘛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们说的事呢，千万别在弟弟面前提，不然呢他会气死。哎，你那个混蛋爸也真过分了，无缘无故的就玩失踪玩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他搞什么嘛？别说你弟弟了，我都生气啊。撒姨，你气什么？没有啊，气你了，这么晚才回来，等你1个晚上了。你等我吃饭？不是吧？哎呀，你听他说啊，他冰淇淋啊都吃了2次了，可是你姐呢就留了碗汤给你喝。每天晚上有姐姐的汤喝，一定喝得我变成小胖子了。先洗个脸。哦，顺便洗澡啊。嘘，嘘，进来。弟弟。哇，这么晚了还要开工啊？哎，你们这些条子也有加班费的吗？姐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叫我们条子，你可以叫我警察或者是探员。哼，有什么分别？还不是一样。那刘德华跟林雪有什么分别？哇，这个呢分别可大了，一个帅的要命，一个就……那就是因为一个帅哥，自然穿得整齐一点。在60、70年代呢，
那些警察把自己弄得像苦力一样，所以就被人家叫条子，叫了几十年。哦，行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我弟弟呢，这种又斯文帅气、英明神武的这种呢，就叫警探，对不对啊？都说我姐美貌与智慧并重了。当然了。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哎，我进来当然有好事跟你说啦，是不是？又是你那些优质推荐啊？那神探就是神探，当当当当。这些呢，就是我精挑细选的。你看看啊，这个呢，丽丽呢就跟你志同道合，最喜欢看那些什么推理侦探小说。那这个宝婵呢，笑什么？OK 了 ，OK， 硕士啊。人家现在在名校教书啊，将来你跟他结了婚之后呢，生了孩子，进名校比人家容易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连我的孩子将来进名校你都想到了，要不要想得那么长远啊？喂，我们一线牵的宗旨呢，是希望人家天长地久，我们看事情看得很远的。哎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快点，选到合眼缘的呢，告诉姐姐啊，快点。喂，弟弟呀，你已经不小了，是时候找个人成家立室了吗？那姐就可以了一桩心事喽。我跟你说，这种事是急不来的，收起来。我真的生气啊！我早就想说你了，你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的性取向啊。没事，我是100%喜欢女人那种，没问题的，你放心。真的？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不过奇怪了，弟弟，为什么每一次你跟女孩子约会呢，最多只有2、3个月就没下文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每次跟他们拍拖没多久，他们就自动走人了。你这个臭小子会不会太猴急了？人家呢就……当然不是了。哎呀，姐别再研究我了，不如想想你自己好了。喂，一线牵有什么好介绍的，介绍给自己啊。我不会假公济私的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那你看上眼呢，就别放过。不过呢，要先让我验明正身啊。哈，可惜每次让你验明正身呢，都没一个是好人呢。那当然了，娶我姐，你以为这么容易啊？我要验验她是不是身家清白，我要验验她对你是不是真的一条心呢。要不要验验有没有艾滋？这还用说啊？当然要一起验了。谢谢你啊，费萨。不用客气，反正都是顺路嘛。那我每天跟你顺风车回来了哈，你知道了，每天省下的交通费比加薪水好多了。 No problem， 助人为快乐之本呢。费萨早，美人姐早。早。啊，正义哥，你挺注意健康的，跑步上班。是啊，我姑妈说跑步上班可以强身健体。可听说你住海那边的。费萨，你要不要报警啊？我们就是警察。那拔枪制止他吗？慢着，我看他们不像拼命，像是耍花枪。先看清楚。好，警觉性敏锐，出招快而准。不枉姑妈平时对你训练有加。姑妈，这里是警察局，就算有儿偷袭，也要看个地方啊。姑妈，费 Sir， 不好意思啊，没吓着你吧？这位是我姑妈。哦，原来阁下就是正义的新上司费 Sir。哎呀，真是失敬失敬。客气客气。我刚巧呢在这附近拍戏，那我知道正义啊转了来这间警局，我顺便来这里看看他。哦，原来正义姑妈你是拍戏的。是啊，我姑妈呢在粤语片年代的时候拍过几部武侠片。哇，真是看不出来啊。其实呢，我已经收了山很多年了。不过有一帮好朋友希望我重出江湖，那我看自己没有事做，就出来玩一玩。可是这附近到处都是商业大厦，姑妈你在哪儿拍戏啊？地址呢，我一下子想不起来。那导演是谁啊？我老朋友说是姓王的。哎呀，
不知道是王晶呢，还是王家卫。哇，那2个人的风格好像差很远呢。无所谓了，我付出志在兴趣。啊，我要回去拍完那场戏。正义啊，那你要努力工作啊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姑妈，小心车啊！哇，他姑妈都挺疯的。哇，美人姐，你要不要暗恋人家暗恋的这么露骨啊？还把照片下载到电脑里。Madam 啊，你不是出去吃饭了吗？哎呀，外面快餐店人多嘛，买回来吃喽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样不怕被人看见那些照片吗？哎，看是你才告诉你，这个档案是我私人珍藏，要有密码才看得见呢。什么私人珍藏那么了不起呀？好说，这个就是我加入警队以来辛苦建立的警队精英钻石王老五绝密档案。警队钻石王老五绝密档案呐！看你也不是我的对手，让你看看吧。那这个档案里面收集了警队里面所有精英钻石王老五的照片跟资料，我还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素质跟增值的潜力，分别评以等级。哇，厉害呀！你看，不是吧？这个风衣长毛怪也有5奖啊？什么？于色是警队里的精英啊！本来呢就给他3奖的，不过呢后来听说他神神叨叨的，我就降了他级，变了5奖喽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安慰奖都给多了。其实，在这么多奖里面，我最想得到的就是这一个超级金多宝。这一个陈家俊是重案组的高级督察，他不止人帅，还破案无数。可惜我一直都没见过他的真人，只是偶尔在警讯啊、新闻报道见过他而已。不过呢，他的英勇事迹我所有都记下了。你看，没道理，这封遗嘱一定是假的。根据笔迹专家的报告，他们把这张遗嘱跟之前关德文先生写给何永琛女士的一封信对照过，证实这一封遗嘱是关德文先生亲笔所写，绝对不是伪造的。大嫂，大嫂，你听见了？拜托你尊重大哥的遗愿，把公司跟所有财产交出来。你一向好吃懒做，你大哥不满意你，谁都知道，他怎么会把这间公司跟财产交给你呢？俗话说，兄弟如手足，夫妻如衣服。大哥要信，当然信自己的亲生弟弟了。你以为他不怕他老婆红杏出墙？你说什么？我不管，总之这封遗嘱一定有人伪造德文的字迹写的。我个人也对这封遗嘱的可信性有所怀疑。关德文先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，我身为关德文先生的私人跟公司的律师，他要立遗嘱，绝对没道理不交给我们律师楼办理。更何况，事隔3年那么久，竟然会有人发现他的遗嘱，未免太过古怪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要说的呢都说完了，至于其他的事都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们是不方便介入的。这份遗嘱就还给你们，告辞。关先生，可不可以让我看看那封遗嘱？于 Sir， 你想看看，随便。为什么会没反应？这么古怪。听见了吗？连于色都说这封遗嘱有古怪。于 Sir，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你当我没说过话？我说的话没法律效用的，还给你。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拜拜。大嫂，我看你还是尽快找地方搬，因为这儿呢很快就变成我的了，听见了没有？哎，拜托你，没法律效用的话就别说那么多，好不好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件这么神奇的案子总算告一段落了。我觉得现在才是这一件案的开始。那你想想，关德文失踪了3年，法庭都判了他死亡了，突然跑了张遗嘱出来，还是被一个灵媒找到的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他们叔嫂大家都不和的。哼，我看这件案子还有下文呢。看你的样子，好像很想人家不和。这很难说，世上的事说不定的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关德文会把所有的家产全都给了他弟弟关德武？你没留意到吗？那个何永琛跟那个律师眉来眼去的，瞎子都知道有鬼啦。
如果我没猜错呢，很大可能是关德文在被绑架之前已经知道了他老婆不忠，于是改写了一份新的遗嘱，把自己的家产连公司全给了他弟弟。那你这个推论也太简单化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总之我觉得像这样的豪门恩怨根本不值得我们浪费警力去管的。大嘴鹰，喂，你那个黄嘴叫你不要再管大嘴鹰的事了，不然他会降你个职的。走，我来配合。你说说你，没事追人几十条街，追得自己腿抽筋，何必呢？都是那个大嘴鹰嘛，怎么追他也不停哦。你看你的样子啊，好像想杀人一样的，世人看着都跑了。让你追了他又怎么样？你告他什么？你告他跑得比你快啊？哦，你现在胳膊肘往外拐。哎，家俊也是不想你出事。身为重案组的高级督察嘛，怎么可以让那个大嘴鹰逍遥法外呢？你怎么向纳税人交代呀？Yes, madam， 我明天抓大嘴鹰回来，把他苦打成招，告他害我女朋友抽筋，害他蹲个3、5、7年。苦打成招？你以为你是包青天啊？行不行啊？回来了。哇，怎么今天这么晚才下班啊？别提了，我又让人炒鱿鱼了。啊？炒鱿鱼？你刚刚在宠物店上了没几天的班啊？倒霉！我今天替那些小狗洗澡忘了关笼子，那些小狗全跑到马路上。我现在让人炒鱿鱼不说，还要把每只小狗捉回去，所以找到现在才回来。哎，真有你的女儿！自从你中学毕业之后，稀里糊涂少说也打了10几份工了，每份工都是炒鱿鱼收场。你学习你姐姐好不好？艾斯梅达人生顾问，喂，阿晴啊，就在那边。喂，撒姨啊，想想还是不太好，不要了，走吧。喂，你不是现在才想打退堂鼓吧？究竟你想不想知道你爸爸在搞什么？我想啊，可是万一弟弟知道了，想就知道了。Come on， 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？别想了，走了。是，你想预约啊？哦，不过呢，我们老师今年的期全都满了，最快也要明年2月了。哦，好，那你先考虑一下。拜拜。2位是？嗨，哎，我们是约了今天3点钟的时间的。3点是吧？是不是何太太？是，我是何太太。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Daisy， 下一位客人到了吗？何太太到了。嗨。这边。哎呀，我是何太太，我约了3点钟，到我了吗？你是何太太，你也是何太太，那究竟谁才是何太太？当然我才是何太太哦。哇，海胆好新鲜呢！我看你是海胆吃多了，吃的你那么大胆，敢冒充人家。切，我怎么知道那个肥太太会早到10分钟呢？要不然呢，哼，我早就插队进去，连答案都问出来了。喂，你还说幸亏跑得快啊，不然人家报警说我们招摇撞骗，你不求我都求死了。所以呢，带你来吃顿好的了。替你省了1000块钱，这顿你应该请的。哎呀，真是谢谢你了。你觉不觉得那个灵媒收费好贵哦？半个钟头我们要1000块钱，他想钱想疯了。那人家上过电视出过镜吗？真是心寒呢，请我吃顿海胆嘛，就唉声叹气。我说什么也是你阿姨哎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可能是天意了。始终没有办法知道我爸是死是活。你只想知道你老爸是死是活嘛？哎呀，我们怎么那么笨呢？我们家不是有个现成的灵媒喽？撒姨那么下本钱，送个钱包给我。哦，上次你生日呢，我忘了送礼物给你了吗？现在补送了。那你不是欠我很多份礼物？我一向生日你都不送礼物给我的。这，
过去的不要说了，行不行？你看你喜不喜欢？当然欧啦，皮子又软又贴身，真是欧。OK 啦，没问题。耶！好开心！来，干嘛这么开心啊？耶什么？其实这个钱包呢，阿琴也有份选，他看你喜欢，哎呦，我们好开心呐，好开心啊！哎，无事献殷勤，你们两个不怀好意，这钱包我还是不要了，免得中你们奸计。接着。哇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哎呀！弟弟。哦，你们想利用我的通灵感应，想看看那混蛋死了没有？哼！弟弟啊，人家说呢，吃点甜的东西呢，人会开心一点的。红豆沙爱不爱啊？人家每次戴这副眼镜，你都笑的，笑一个啊，这样才乖嘛。那。我刚才不应该发那么大脾气，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。哎，算了，一辈子两姐弟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弟弟啊，其实呢，事情过了那么久，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再原谅那个混蛋。他那时候一声不响跑掉了，留下一身债给老妈，我们老妈就要避那些高利贷左搬右搬，跟着还要养我们全家，然后就熬病了，病得死了。是谁造成的？你说我怎么可以原谅那个混蛋啊？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最多这样啊，姐答应你以后不再在你面前提起他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以后呢就开开心心的生活，不开心的事呢不要去想他，好不好？戴眼镜给我看啊。不要。戴上好帅啊。好了。你当这里露天茶座啊？想吃什么叫什么？什么？无所谓了，最要紧是我的蛋糕有人懂得欣赏。当然有了，名牌车啊！超级金多宝，嘉俊，他们是我的新同事，美人、于 Sir、费 Sir、正义、小凤姐。大家好，我是程家俊。哦，我认得你，你是司徒的得意门生吗？费 Sir，多多指教。Hello，坐下吃块蛋糕吗？坐，喝杯茶，这杯没喝过。我先听个电话。哇，好棒啊！你好卑鄙呀，抢了我的超级金多宝不告诉我。我想告诉你的，不过没机会嘛。我跟家俊啊，其实……姐姐，干嘛？收到消息，帮关德文找到遗嘱的那个灵媒艾斯梅达，被人发现死在家里了。那个灵媒死了？那神婆死了？天有千個荒誕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。時時及時總靠機警，歷尋事實未定，變局處境。